的事情，算了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对了，他提的什么车呀？林小姐订了一辆50万的保时捷。什么？50万的破车，狗都不坐。林芷若，你是废物吗？接机接不好，订车订不好，怪不得后叔叔不喜欢你，活该！哼！你干什么？你个大人跟小孩子计较什么？人家耀祖从小在国外长大，不像国内小孩那么虚伪，人家有什么说什么。而且人家说的也没错啊，就是你没把事情办好。圆圆是海归博士，她至少得开300万以上的车才配得上，知道吗？司礼，你别这样说，我在国外开的车也不过是100万级别的，只不过啊是美金。圆圆，你放心，现在你回国了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你带我们去看看你们店里面最贵的保时捷。先生，你确定吗？我老婆有的是钱，赶紧带我们去看，不然我投诉你了。啊，是，这边请。先生，这是今年的新款保时捷跑车，全球限量918辆，价值500万。500万，这车也就还行吧。500万的车给圆圆开，也不过就是勉勉强强吧。这么有钱，这男的谁呀？拿着500万的豪车送人？500万，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他家的电线和水龙头都是用黄金做的吧？这辆车跟我国外的座驾比，确实差了一点。不过以国内的条件来说，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怎么样，这车？芷若姐姐，要不要来试试这个保时捷呀？这么贵的车，你肯定没坐过吧？很舒服的。圆圆，他今天让我生了2次气，还没给你道歉呢。你让他坐这么好的车干什么？对，你们坐你们的，不用管我，我随便看看就行。怎么样，看到没有？你不用管他的，这车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给你买了。你的一片心意，我收下就好。不过这500万的车，你就这样送给我了，芷若姐姐会不会不高兴啊？哎呀，圆圆，这500万算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花他的钱是他的荣幸，是给他面子，看得起他。而且这车是进口的，跟国产电动车不一样，它没辐射，买给你跟耀祖当代步车最合适不过。林芷若，你觉得呢？你们喜欢就好。好吧，那我就看在司礼哥哥的面子上，收下这辆车，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。耀祖，耀祖，来，跟妈一起试车了，快来！过来啊！终于找到你小子了，谁家的孩子啊？怎么看不了自己家的孩子？杀人！我不能杀人！干什么你？林师傅，他就是个小孩子，你那么凶干什么？耀祖，怎么样？你手没事吧？只是孩子，你知道他砸坏了我多少车窗，摔坏了我多少车标吗？他一共破坏了6辆车，损失至少100万。你今天……你什么你？你车的质量过硬，能被我砸坏吗？明明就是你车的质量垃圾，一砸就破。哎，你什么你？耀祖说的不对吗？如果你车子质量过硬的话，他怎么可能一个小孩子就能弄坏啊？我告诉你，他是从国外来的。国外的孩子主打一个自由、无拘无束，不像国内的孩子死气沉沉、畏首畏尾的。我再问你，砸你几辆车怎么了？几辆车有一个孩子天性更重要吗？你，哎呀，耀祖，你也真是的，这里是国内，不是国外。他们刚吃饱饭没几天，不懂得什么叫精神文明，不懂得什么叫释放天性。他们呀，看不惯你这种自由奔放，你收敛一点啊！追求天性，追求自由，那也不是你们砸坏我车窗的理由。你们孩子今天破坏我这么多车，你们今天必须赔偿。哎，行，你说这么多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没有经过国外熏陶的人，这种下层人，就是见识短眼里只有钱。行，我赔。这些车多少钱？我全买了，我让圆圆换着开。全都买了，这都是100万级别的豪车，真是有钱任性啊！
被毁掉的6辆车，加上那辆价值500万的豪车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！这男人不知道是哪家的老总，嫁给他真是土吞冒烟啊！先生，我没听错吧？这6辆车，如果您确定全部都要买下来的话，至少得1000万。才1000万，我还以为多少钱才区1000万。看到了吗？那坐着的是我老婆，她别的没有，有的是钱。哎呀，这位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的声音确实大了那么一点点，我跟您道歉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思礼哥哥，这可是1000万的豪车呀，芷若姐姐怕是要生气。林芷若，我给圆圆买这些车，你有什么意见？你喜欢就好，不用来问我。你这个态度还算是有救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妈的脚给你来洗啊，给你个表现的机会。谢谢，不用了。不是我给你台阶下，你非但不下，还往上爬是吧？还给我装起来了。平时我妹和我妈生病，你哪次不是端屎端尿的伺候呀？没有10次也有8次了吧？我就说嘛，芷若姐姐这种暴发户怎么能嫁给思礼哥哥？原来是卖力舔出来的，咱们自愧不如啊！我给他机会舔我，那是他的荣幸。不作不死，接下来我看你们怎么死。先生，我最后再跟您确认一下啊，被破坏的这6辆车，加上那辆超级跑车，一共7辆车，价值1500万。你确定这些车你都要吗？啊，那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这6辆车的维修费用您只需要支付100万。但如果您确定都要，我现在就让人开单。但一旦开了单，您就不能反悔了。不是，我想问你，你是听不懂中文还是什么啊？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、很明白了。我说全部都要 ，all you know。哎，好。思礼哥哥，你对我简直太好了。等那个阿波罗银行的风投资金到账了，我给你买一辆1000的豪车，长长命。圆圆，你说的这是哪里话？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这样吧，如果你以后想送我东西，就让林芷若来买单啊！你走心，他出钱，一箭双雕，一举两得嘛，是不是？是吗？那我也给芷若姐姐一个表现的机会。思礼哥哥，你对我们母子俩太好了。哎，就这辆保时捷，我送给你当见面礼了。哎，圆圆，你可太有心了。这辆保时捷我非常喜欢，我收下了。那辆保时捷价值200万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啊，圆圆送我东西，你叫什么叫？200万而已，你的意思是圆圆她送不起吗？过来，打合同，快点！您稍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。先生，合同打好了，请您确认签字，一共1700万。我就区1700万啊！我告诉你，也就是你们这些没见过大钱的下等人才会一惊一乍。让他快点开单。圆圆是英国留学博士啊，晚上还有很多局，他的时间很宝贵，你耽误不起。先生，票打好了，您扫码。林芷若，你是死了吗？还不滚过来买单？一点眼力价都没有。买单？买什么单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顶配豪车是你们选的，6辆豪车是李耀祖砸的，我不过是来店里吹吹空调，逛一逛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经理，吹空调要钱吗？哎，不用，您随便吹，您随便吹。不是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我玩欲擒故纵的把戏来引起我的注意，你幼不幼稚啊？你听着，想要赢得我的真心的话，就赶紧把账结了，否则后天的3周年结婚纪念日的宴会我就不去了，我就不给你跟我秀恩爱的机会，听明白了吗？嗨，这男的怕不是脑子有病吧？自己跟白月光互相送车当见面礼，然后花老婆的钱啊！这脸真比城墙还厚。第一次见这种吃软饭的吃着这么理直气壮的，就是。看他这么豪爽，我还以为他多有钱呢，原来是吸老婆的血，真是丢男人的脸。思礼，这可怎么办呀？
这可是1700万，你都签了合同了，赶紧想想办法呀！你放心，没事。他就是故意跟我赌气，想让我服软而已。林芷若，我知道你还在为今天文手里那个事情吃醋，跟我发脾气是吧？我都已经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，那是人家西方先进文明的礼仪，你不要多想好不好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赶紧把账结了。我现在已经有点不开心了，如果你再让我这样丢人的话，我就真生气了。芷若姐姐，我知道，因为我的优秀让你有了危机感，但是你也不能用这种幼稚的把戏刺激司礼哥哥呀，这样你只会把他推得越来越远。推得越来越远？我又不是垃圾回收站，要霍斯里站的垃圾干什么？好，很好，你成功激怒我了。行，今天你不要想让我给你有任何好脸色，你不买是吧？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我来。哎。敌人银行卡被冻结，刷卡失败。先生，你手机银行被冻结了，扫不了码。林芷若，你冻结了我的银行账户是吧？我只能冻结自己的账户，我有什么权限冻结你的账户啊？难道你刚才扫码扫的是我的钱啊？做得很好，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让我对你服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吃这一套。这个是有透支1个亿的至尊金卡，拿去刷。刷卡失败。先生，你这张卡被挂失了，刷不了，还请你用其他有效的支付方式。你今天要是付不出来，我们只能把你送到警察局。你还挂失了我的银行卡是吗？我说过了，我只能挂失自己的卡，别人的卡我是挂失不了的。难道你刚才刷的是我的至尊金卡呀？哟，我还以为是个真大款，结果是个真软饭男呀！就连手机银行还有至尊金卡，都是他老婆的。就是，自己没钱你就夹着尾巴好好做人，还给什么白月光买限量版跑车，哇，恶心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你们瞪什么啊？我告诉你，一个男人花一个女人的钱，那是因为爱她、在乎她才花她的钱，不然全天下这么多女人，我为什么只花她的钱？司礼哥哥，现在可怎么办呀？芷若姐姐肯定是吃醋生气了，要不我委屈一下，给她道个歉吧。不行，云云，我绝不可能让你给她道歉。你以为我看不出她的那点小心思吗？她不过就是想让我向她服个软嘛。我偏不给她这个机会，我看她能把我怎么样。你给我等着。我等着。喂，唐叔啊，麻烦你现在帮我取一件东西过来。司令，唐叔，这个是顶级的帝王绿翡翠，市场价值2000万，我用它来给你抵1700万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价值2000万的帝王绿翡翠，还真是财大气粗啊！没想到这个软饭男还真有点实力啊！一个电话就拿来了这种极品玉石啊！霍大光，这帝王绿是我妈留给我的，我放在卧室里面，是谁允许你拿出来给霍斯里的？林芷若，你吃醋使小性子也就差不多了，别真把我们司礼给惹生气了，那样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搞不好你还得花更大的代价去哄司礼开心，你这是何必呢？而且今天这事情全是你搞出来的，哎，现在把这帝王绿拿出来抵债，那是理所应当的，要怪也就怪你自己没事找事儿。我怎么做事，还轮得到你个司机来教训我吗？我怎么做事，还轮得到你个司机来教训我吗？我是司机，
但我更是司里的堂叔，你的长辈，教训你几句怎么了？照我说呀，你要是想跟我们家司里好好相处，那你就收收你这大小姐的脾气，不然你永远得不到我们霍家人的认可。废话少说，马上把帝王绿还给我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后果自负。林芷若，你要是不想拿帝王绿去抵债的话，就老实掏钱出来买单，并且向圆圆母子道歉。这样的话，我还可以考虑原谅你。你们霍家，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，一个自以为是的司机，威胁我，给你们脸了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单我就不买了，还要报警。王八蛋，居然敢毁了我妈留给我的帝王绿！我就毁了，怎么啦？还不是因为你磨磨唧唧，半天不给钱，耽误我们时间，活该！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这么大的人还跟一个小孩子计较？而且耀祖做的错了吗？啊，这件事情明明就是你挑起来的，他砸了你的帝王绿，给你一个教训，那是你自己找的，你活该！芷若姐姐，子不教母之过。我知道耀祖刚才把你妈给你的帝王绿打碎了，你心里不舒服。但是他年纪还小，你要是生气的话，你就打我吧。他敢！李小姐，放心，这帝王绿是我带来的，耀祖也不是从他手上抢来砸掉的。哼，他若追究，也追究不到耀祖的头上。要追究啊，你就追究我这把老骨头，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请问是谁报的警啊？是我报的警。警察同志，我的司机霍大光偷窃我价值2000万的帝王绿，我请求你们逮捕他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不是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司令，快帮帮我，帮我说说话，我可是你堂叔啊！警察同志，都是误会啊，我堂叔根本就不是什么小偷。林芷若，赶紧让警察放了我堂叔，你这样会吓坏我堂叔的。林芷若，玩玉溪故纵的把戏到头了，你再这样闹下去，3周年结婚纪念日就真不用办了。芷若姐姐，你就别再闹了，要不然司礼哥哥真生气的话，你这些年可就白舔了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就我来做主吧，你让警察把霍叔叔放了，我让司礼哥哥别生气了，然后再给你个机会讨好司礼哥哥，买一辆保时捷。给我闭嘴！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霍大光偷窃我价值2000万的帝王绿，还让女药主给我砸了。今天要么赔偿，要么就进去牢底坐穿。这是我购买帝王绿的发票，2000万，您可以核对。销售经理他们和大厅的监控也都可以替我作证。是霍大光将我的帝王绿带进来的，还让李耀祖给我摔碎了。我作证。我们都看见了的，就这老头啊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老头偷的啊。对，然后那个小孩去砸的。对，好啊，一个司机竟然敢欺负到雇主的头上，简直是道德偏高。现在你要么跟林女士私底下和解，要么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。林芷若，我可是司里的堂叔，我要是被抓进去了，这一辈子就休想得到霍家人的认可。你做这些，不就是想挽回司礼吗？我发誓，只要你现在让警察把我放了，我替你们演几句。你耳朵聋吗？你今天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赔偿，要么牢底坐穿。林芷若，你玩过火了，你没完了是吧？啊，2000万对你来说算什么？你拿不出2000万吗？就2000万，你有必要这样斤斤计较吗？
2000万不算什么。好啊，那你就拿出2000万替霍大光赔偿给我呀。你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在故意激怒我，然后好让我患得患失，好对我欲擒故纵是吧？不得不说，你真的是太天真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做梦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配我患得患失？赶紧掏钱，要不然霍大光这个牢他坐定了。司令啊，这林主任现在是在跟你赌气呢，要不你就先服个软。我这家里有老婆孩子要养，我不能坐牢啊。芷若，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多关心你一点，对吧？行，你的目的达到了。我承认，这段时间我对你关心不够，确实忽视了你的感受。我保证以后多在意你一些，不过就一些啊。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，你也可以照常办。怎么样，满意了吧？可以不用再闹下去了吧？芷若姐姐，司礼哥哥可是一辈子都没有低过头，他今天向你服软，你就见好就收，别再闹了。不然司礼哥哥要是真失望了，你可是一辈子都得不到他的真心了。他的真心，狗都不要。你再说一遍，你信不信我跟你离婚呢？离婚？双喜临门啊！你最好说到做到。拿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不是要离婚吗？签字啊！签呀，有本事你就签呀！钱呢？男方净身出户，林芷若，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以退为进的把戏玩的是真溜啊！但很遗憾，你唬不住我。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现在立刻拿出1700万出来买单，并且向我堂叔道歉。我可以考虑把这个离婚协议书撕掉，不然我就真在上面签字，让你一辈子都得不到我。什么？以退为进的计谋被我识破了，心虚了，怕了？既然怕了，就赶紧掏钱出来买单道歉，不然我真签字了，你信不信？芷若姐姐，司礼哥哥性子直，你玩这种农村妇人争宠的把戏，只会让司礼哥哥更恶心的。行了，你们的家事你们自己晚点再协商解决。林女士，你现在是私底下协商解决呢，还是公事公办？警察同志，我想清楚了。怎么样，堂叔？我说的吧，这个恋爱脑根本就不可能离得开我。赶紧放人吧，警察同志！快把我放开！听见没有？没看到我生气了？我不接受任何人的调解，你们把他带走吧。霍大光偷窃帝王令，金额巨大，带走！司礼，你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林芷若，不能蹲大牢，我吃不了那苦。带走！带得好，就是应该这样。光叔，围起来！先生，合同你签了，订单也打了，你今天拿不出1700万，你走了这个门。上了你的狗眼是吧？没看到老子有天大的事情要办吗？耽误老子救人，老子让你们 4S 店吃不了兜着走，你信不信？狗，敢砸我们的车，浪费我们的时间，现在还敢动手打人？给我上，好好教训一顿，打完再送警察局。给我打！停！你个混蛋！老子打的就是海龟博士，打的就是风头对象，打的就是杰出人才。混蛋！你人是用来疼的，不是用来打的。林小姐那样的女人才是用来疼的，你这样的贱人活该被收拾。王八蛋，别欺负圆圆，有本事冲老子来！冲你来，你他妈个没钱装什啊！给我打，打完送警察局！等！林芷若，你个贱妇，你等什么呢？你要眼睁看着我被打死吗？你还不制止他们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真的想永远失去我吗？柳经理，用手打人自己也会痛的，用棍子。
拿来，亲自来。上一世，我能将你霍斯里捧上云巅，这一世，我便可以将你踹下万丈深渊。周老板，这是你新新店里的汤臣1号，我现在原价卖给你。汤臣1号可是江城风水最好的别墅，当初我可求了林总好几次，你都不肯卖给我，怎么现在愿意忍痛割爱了？而且还是以原价卖出。对了，想换个清静的地方。我把汤臣1号卖了，看霍斯里爸妈和妹妹这些吸血鬼去哪里住。那我就可要感谢林小姐的忍痛割爱了。实不相瞒，我爸最大的愿望就是住进汤臣1号，只可惜一直没能如他愿。现在好了，他老人家得偿所愿了。林小姐，这件事情算我杜金荣欠你一个人情。周老板客气，人成人之美是我的人性。你亲自带人去汤臣1号布置一下，到时候我要给我爸一个惊喜。是。儿子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林芷若太不是个东西了，你可是她丈夫，她居然眼睁睁的看着你进局子，都不帮你一把。咱们家算是把这些年存的老本钱全都搭进去了，而且没有谅解书，唐叔根本就出不来。林芷若这个贱人，她就是故意激怒我，故意不掏钱，还让我挨打，就是刷存在感。她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让我多关心她，多看她一眼。太不要脸！用这种恶臭的手段来吸引你，儿子，你可千万要坚持住，不能让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得逞。司礼哥哥，都怪我没本事没出息。我要是跟林芷若一样有钱的话，你就不会受这么大的耻辱了。我真的很想帮你，但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太自责了。我不配你对我的好，要不我还是带耀祖离开吧。哎，圆圆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这件事情全是因为林芷若她乱吃醋、格局小造成的，该走的应该是她才对，不是你啊。对，全怪这个贱人，这件事儿不能这么算了。照我看，林芷若这个贱人已经不配做咱们霍家的媳妇儿了，你直接休了她，跟圆圆结婚。对，给圆圆结婚。圆圆是高级人才，有绿卡还懂事，比林芷若那个暴发户强100倍。休了她。不错，哥，休了林芷若，给我换个嫂子，让林芷若知道有钱就能为所欲为的性子啊，在我这儿可不好使。郭叔叔，我以后可以直接叫你爸爸吗？当然可以呀。司礼爸爸。哎，儿子真乖。哎呀，给圆圆结婚还白捡一个儿子，我们霍家有后了。虽然这次林芷若害惨了我们，但我还是打算给她一个机会。毕竟她是因为太爱我，想引起我更多关注罢了。而且圆圆刚回来，如果她一回来我就跟她离婚的话，我怕这样会对圆圆不利。总之你们放心，她这次给大家造成的损失，我会让她好好弥补一下。行，那既然司礼都这么说了，咱们就再给林芷若一次机会，让她把她所有的资产转移到我们林家这。我和圆圆已经出来了，嫉妒使你面目全非，也让我和我的家人非常生气。但是我看你太爱我的份上，我极力说服了他们，给你争取来了最后一个弥补的机会。给我机会弥补？说吧，你们要让我怎么弥补啊？我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马上出具谅解书、保释光书，并且再给他买一辆大奔作为补偿；第二，3周年结婚纪念日必须在7星级的双喜酒店举办，并且当天要下跪给我和圆圆道歉；第三，把你名下的公司还有所有存款转移到我的名下。我不是想要你的钱，我只是想要一份安全感和一个做男人的尊严。还有，挂失我银行卡的事情，我绝不会容许再发生，我也不可能再因为钱向你服软。以上这3个条件，如果你能做得到的话，那我就不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，否则我就让你永远失去我。我转你1000块钱，你去青山医院看看脑子吧。
你这是臆想症晚期啊！到现在你还嘴硬是吧？我知道你就是嫉妒我对圆圆好，但你已经得到我的人了，就不能让圆圆占据我的心吗？你就这么自私吗你？他一个茶里茶气、厚颜无耻，还带着拖油瓶的灵异小厮，有什么好值得我嫉妒的？还有，赶紧把离婚协议给我签了，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。够了！你再给我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我就真跟你离婚，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我知道今天在 4S 店的时候人太多了，你拉不下脸向我求饶，但现在没有外人，就我们2个人在通话，你还装什么呀？在 4S 店的时候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啊，赶紧满足我这3个条件，不然我真跟你离婚了。我也告诉你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。还有，他陈一浩已经什么？林芷若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你连家产都不愿意给我，你就是这么爱我的？算了，我不跟你废话了，赶紧满足我这3个条件，否则我真跟你离婚啊！我不可能再让你恃宠而骄了。儿子，好样的，有骨气，玉妻有方。不错，哥，绝对不能再让林芷若拿钱绑架我。每次想到一拿她的包包啊、首饰就要跟她说好话，我就恶心。对，就该给她教训，让她知道玩小脚老太太争宠的把戏，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司礼哥哥，芷若姐姐她会不会贪图钱财，不把钱给你啊？你放心吧，圆圆。他做这些就是为了引起我的关心，得到我的关注。现在我真的生气了，他一定会满足这3个条件来讨好我的。而且你想想，他如果真的不在乎我，会做出这种气急败坏的事情吗？人只有越在乎，才会越无能狂怒。你呀，就等着看好戏吧。走，咱们回汤臣1号。走。楼兰古今砖已到位，南朝翡翠已到位，王羲之字画已到位。哎呀，你们小心一点，尤其是那个达芬奇大师的寿山之作断臂女神，价值连城独一无二呢，你们可要小心着点儿。别墅布置好了，你们去接杜老板，我去接杜老太爷。妈妈，哎，这房子好大，好漂亮。住在这里面一定很舒服吧？耀祖啊，你要是喜欢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啊！谢谢司礼爸爸，谢谢司礼爸爸。不客气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房子是之前林芷若惹我生气，买来讨好我爸妈他们的。司礼哥哥，这房子这么豪华，肯定不便宜吧？这别墅在黄金地段，还是风景最好的地方。整个江城的 No.1， 市场估价1个亿起。如果不是看在这汤臣1号不错的话，我们才不会给他讨好我们的机会呢。这次林芷若要不把霍达光给救出，不把所有的资产转到司礼名下，这别墅啊，老子还不住了。对，林芷若送的豪车、珠宝首饰、名牌包包那些，咱也不要了，让他自己后悔去。哎，儿子。林芷若资产转让敢迟疑1秒，就让他滚，和他离婚。你放心吧，妈，这一次我不仅要他转移资产，我还要让他酒宴上下跪，给你和堂叔好好道歉。除了要他的资产和下跪外，还需要他买礼物给我们补偿。这个女人太狡猾了，不炸一炸她，都不知道她还有没有藏着属于我们的钱。爸，你可提醒我了啊！这样吧，你们都列一个清单，我让林芷若给你们买啊，我就是让他卖血也得完成，完不成我一样休了他。好，好，好！最近啊，看上了一个100万的爱马仕，你让他给我买。哎，我也看上了一辆300万的法拉利跑车，也要他给我买。都买，走，咱们进去。不仅这样，我还要让他给耀祖、圆圆都买一汤臣别墅。走。林总，我已经收集好了霍斯里一家未经你同意拿走你资产的证据，比如你名下的珠宝、车子和现金，你可以随时起诉法院复盘。很好，起诉他，我要他们倾家荡产。好。
这个大厅是你找人布置的呀，简直太用心了嘛！这不是我布置的呀，我还以为是你们布置的呢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林芷若布置的。我就说嘛，林芷若这个贱人，她肯定会跪着来求我原谅她。哎，我刚跟她提了3个条件，这不，就这诚惶诚恐的送了这么多礼物过来。这女人还真是死鸭子嘴硬啊！表面上一副跟你作对的样子，这身体上却不诚实的准备了这么多东西来讨好你。哼，打一巴掌给个甜枣，芷若姐姐的花招还真是多呀。但这一次，我是绝对不可能那么轻易原谅她的。她必须把她资产全部转移到我的名下，不然打我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。来吧，你们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啊，别客气。要是不够的话，我让那个恋爱脑接着送。哟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挺适合我的气质的。这林芷若的欲擒故纵，是在故意制造反差，想给我们惊喜啊！我给你带上。看在林芷若这么失去的份上，咱们可以考虑再给她一次重新返回霍家的机会。不过嘛，她的公司和存款以及所有的资产必须全部转移到司理名下才行。对，她林芷若不过就是我的一条舔狗。爸，不是我跟你吹啊，别说我要她公司全部的资产，我就是要她这条贱命，她也是心甘情愿。司理哥哥，这条项链是芷若姐姐给你们的补偿，你把它送给我了，她会不会生气啊？圆圆，你看你说的这是哪里话？这条项链既然她已经送给我了，那我就有绝对的支配权。别说是送给你，我就是把它砸了扔了，她也不敢说个不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怎么还用红布盖的？林芷若这蠢货的品味有点长进了，知道送洋货了。不过这是个啥玩意儿？我怎么没见过？爸，您不是古玩界大拿吗？号称鬼眼大师，连你也不认识啊？我只认识100年前的东西，不过这个雕塑太现代了，我没见过。哎，咱们没见过，那圆圆肯定见过。圆圆是剑桥的博士，是阿波罗风头对象啊，人家什么世面没见过，对吧？对，我差点把圆圆这位海归给忘了。圆圆，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这个呀，这个我要是说了的话，那大家可别生气啊！生气？这是生什么气？你直接说吧。这个呀是达芬奇大师的收山之作，叫《断臂女神》，价值5000万，但真品呢收藏在纽约博物馆。这个呀一看就是个仿品，而且我看这个做工粗糙，用料也挺低贱的，价值也就500块吧。什么？他林芷若竟然拿500块的仿制品来欺骗我们？谁给他这么大胆子呀？既然雕像是仿品，那这个金银珠宝都是赝品了。还好圆圆在，要不然的话又被这个贱人给骗了。该死的贱人，他这辈子都休想再做我嫂子。垃圾，都是一些垃圾，我才怕这坏女人做的垃圾。耀祖做的对，砸，全部砸了，走。林总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客气了。林总，不好了，别墅物业打来电话，波斯里一家又跑回汤臣1号了。什么？这会跟杜老板发生冲突的。走，去汤臣1号。喂，杜总，别墅已经布置好了，老爷子最喜欢的断臂女神也已经送到了别墅内。非常好，你先接老爷子过去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这就是汤臣1号。杜总知道你喜欢这栋别墅，已经为你买下来了。杜总啊，还给你准备了天大的惊喜。好，我多年的愿望总算给了了。看来金荣这孩子还是有心啊。走，咱们进去看看。真是明白了，林芷若给我们赝品，把500块钱的雕像放在最显眼的位置，
还故意挑衅我们。林芷若，她到底在干什么？她难道不知道把我们惹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吗？像这种不要脸的女人，就不应该给她好脸色，不然的话，就会像今天这样恃宠而骄，登基上脸。儿子，把这玩意儿给我砸了！对，砸了他，砸了他！对，砸了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不能砸这雕像！你们知不知道，这可是著名的达芬奇大师的收山之作，不能砸雕像！哪儿来的老杂毛？少在这多管闲事，滚一边去！就是，我们霍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这个老东西在这唧唧歪歪，还不快滚！你们这群不长眼的东西，你们知道老爷子是谁吗？我管他是谁，在这儿老子最大。儿子，砸！我看你们谁敢！老头子，滚开，罚我看戏！这儿，哎呦，幸亏我接住了，摔碎了，这损失可大了！我去你的吧，老东西！我今天就要看看碎了会怎么样。不要！这可是杜老板送给老爷子的寿礼，你要是敢砸了，后果会非常严重。那老子要看看后果是什么，看好了。不要！完了，你们闯大祸了！快点，再干快点！林总，你这是对霍斯利还有感情，要赶着回去帮他们吗？我是担心那些脏东西恶心了杜老板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砸坏的是什么东西呀？这可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达芬奇大师的断臂女神，价值5000万，就被你们给砸毁了。老东西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个地摊货的仿品，你居然把它认成断臂女神，仿制品。真的断臂女神呐，世界不平啊！睁开你狗眼看清楚了啊！这位就是留学的剑桥博士，阿波罗银行的风投对象，高级人才，他见多识广。他刚才说了，这个雕像就是地摊货的仿品，价值就500块，也就你这瞎眼的老逼灯才会把它认成什么断臂女神。什么500块啊？没错，这肯定是地摊货。我这个海归博士的眼光，还比不上你这个一身穷酸的老东西吗？简直是无知！你这老逼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汤臣1号可不是你这种老杂毛能随随便便进的。对呀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保安怎么开着门？这里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进来的吗？我非得让吴野经理开除他们不行。什么？还问我怎么进来的？我怎么出现在这个家里的？我还想到问问你们出现在我们家里面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老东西，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老糊涂了啊？居然敢说这是你家！听好了，这是汤臣1号，是我霍家的房产。我看出来你呢就是一个十足的精神病，所以你现在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，不然老子打死你，信不信？这栋房子明明就是老爷子的。杜总，不好了，有人欺负老爷子和金秘书。什么？不好了，有人欺负老爷子和金秘书。在江城有人敢欺负我爸，我要将他们碎尸万段。明明就是老爷子的。贱货！老子再跟你说一遍，汤臣1号是我霍家的，你哪来的脸说是他的？这栋房子已经过户给老爷子了。我的房子过户给这个老东西，请问我怎么不对啊？还是说你跟他一样精神分裂了？就是，这汤臣1号可是林芷若买来讨好我们的，我们在这都住了好几年了，现在这老东西说是他的房子，哼，真是可笑。四力哥哥，我知道了，他们是林芷若请来的演员，在这胡搅蛮缠吓唬我们。等我们被这个老弄得不胜其烦的时候，他再出场给我们解围。
这样一来，你就能感激他、称赞他。好啊，林芷若这个贱人好的不学，净学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司令，收了他。就是，欲擒故纵没用，就改用英雄救美了是吧？林芷若玩小脚老太太的手段，不丢人吗？哼，我就告诉你，这栋房子就是林总卖给我们的。给我走！给我听着，回去告诉林芷若，她想得到我的心，就好好对我，不要再让她耍这些什么歪门邪道了，听到没有？人再这样猖狂，就小心遭报应！老东西，你敢诅咒我？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报应！住手！谁敢动我爸？又来演员了。这林芷若为了引起我哥的注意，还真是煞费苦心。我打过你怎么样？有本事你咬我呀！你动我女儿！你找死！你找死！我你妈！我你妈！王八蛋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啊，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金秘书，先带我爸去治伤，这里交给我来处理。老爷，我走了。老子三起三落，最落魄的时候，捡潲水桶里的馒头吃，都是我爸卖血卖肾，无条件的支持我，才让老子走到了今天。你们这群人闯了进来，砸我的东西，打我秘书，还要砸我爸的头。今天老子不收拾你们，都对不起我爸卖过的血，卖过的肾。来人，把他们全部给我围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一个也不能出去。把他们全部给我围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一个也不能出去。你们干什么？吓唬我呢是吧？王八蛋，撒野也要挑地方，你知道老子们是谁吗？我杜金荣打人，不分时间，不分地点，不分权贵。什么？你是杜老板？你就是那位纵容3000门生、杀人不眨眼的江城地下皇？没错，我就是杜老板。我金盆洗手已经多年了，我发誓双手再也不染血。但是今天我可以，为了你们这群人破一次例。来，先把他们的手脚给我打断！等等，杜总，杜老板，这中间是有原因的。我们打了你父亲，还有你的秘书，是我们不对在先，我给你们道歉。但是，你父亲还有秘书啊，闯进我的住宅昌城1号，进来就大喊大叫的，这也是你们不对在先呐，是不是？要是你家里突然闯入陌生人还诅咒你，你也会生气的。就算你是杜老板，你也要讲道理啊。是啊，你说这里是你们的别墅啊？这是我老婆送给我的，都已经住了好多年了，真的。对。哦，住了好多年就是你的了。那这空气老子呼吸了几十年，那也是我的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杜总。来，杜总，你这是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，看看这别墅到底写的谁的名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林芷若怎么可能把昌城1号给卖了呢？他到底还想不想做霍家的儿媳妇呀？他不是这样，他以前买给我的那个金银首饰我都不带了。看清楚了吗？回答我，谁才是这个别墅真正的主人？来 ，Look in my eyes, tell me who's。回答我。你，昌城1号的主人是你。你们闯进我的家，破坏我的东西，打我的爸，可以视为入室行凶。现在我就算把你们全部打死，顶多也就算个防卫过当，赔点钱也就是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特别好，动手！等一下，杜老板，有事好商量啊。我李媛媛，阿波罗银行的风投对象，海龟博士，请你给我点 face 吗？在我这里，你没有 face 啊！我可是留过洋的人，
外籍人是一等人，你敢打我？我连真洋鬼子都打你这个假洋鬼子，我还需要挑日子吗？混蛋，你打了我2巴掌了！果然，国内这些人就是野蛮落后，我要告你！不对，是3巴掌。杜老板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不饶！我还是留一下。不留！杜老板，我们赔。杜总，咱们私了，这些东西咱们赔2倍、10倍都可以，您开个价。赔偿？行，那我今天就给你们算算这儿价值一共多少。这块楼兰金砖价值1000万，你赔啊。还有这个南朝翡翠价值2000万，你赔。那个雕像是老子从港城拍卖会上买回来的，价值5000万。我不妨告诉你们，今天这里所有的东西价值1个亿。你刚才不是说要10倍、100倍的赔给我吗？你拿钱来啊！杜老板，误会，误会！你管这叫误会？那我们就将误会进行到底。来人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！我要让他们知道欺负我爸就是这下场。10倍！我老婆是林芷若，听过吧？这个人什么都没有，他有的事情，别说10倍、100倍，他都赔得起。要是林小姐愿意为你们说情，我可以给她一个面子。他们这群吸血鬼不配我求情。林芷若，你终于来了啊！你再不来，我要被打死了，知不知道？我是真没想到，你为了赢得我的真心，真的是用尽手段，费尽心机啊！得到你的心，不择手段，用尽心机。还说，你故意把别墅卖给杜老板，然后让我们跟杜老板发生冲突，最后你再出来给我们解围。这样一来，我就会把你当成大救星，对你感恩，你也就轻而易举地赢得我的真心。我哥一早就看穿了你的算计，今天你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李芷若，我们霍家都是堂堂正正的人，想让我们霍家认可你这个儿媳妇，你就好好的巴结我们，少搞些下三滥的伎俩。你们这群人还真是普通又自信。既然你们活在梦里不愿意醒过来，那就继续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芷若姐姐，你要吃我的醋，你就冲我来，你不要设局让司礼哥哥他们一家挨打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人家圆圆，看看人家这气度，这格局，你再看看你，你该跟人好好学学。林芷若，现在马上把杜老板的事情平了，还有把汤臣1号给我买回来，不然的话，你给我买的车我不开了，你给我买的劳力士我不戴了，3周年结婚纪念日你也别想办了，我看你拿什么来赢得我的真心。霍司礼，你没有镜子也可以撒一泡尿照照自己，你凭什么觉得我还在乎你？现在的你对我来说连条狗都不是。好，你现在让我很生气，我就给你数3个数，3个数数完之后你不解决我就跟你离婚。3、2、7。杜老板，算你识趣。如果我真的数完，你就算把头磕破也没用。哼，我就知道这暴发户色厉内荏，好好的巴结我们就行了，少搞一些歪门邪道。现在丢人丢大发了吧？曾老板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林芷若替我们赔偿，替我们解决此事，你有什么怨气，你冲着他来就行。林总，你人品不错，做生意也厉害，但是这看人的目光好像有点差了。年少无知，猪油蒙心，让杜老板见笑了。不过现在醒悟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恋爱脑了。林总，我说过我差你一个人情，虽然他们让我很生气，但是只要你为他们求情，我今天就放了他们。
杜老板的人情价值千金，用在这些吸血鬼身上，岂不是浪费了？再说了，他们也不配我保了，所以他们闯的祸，就由他们来承担吧。明白。林芷若，你看不出来我已经真生气了吗？你还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？赶紧把事情扛了，不扛是吧？杜老板，这件事情全是因他一人而起，你要打断手打断脚冲他去啊！我们绝不报警，绝不追究，只要您消气就好啊！消气就好。哎，你们还他娘的真是人才啊！一家人吸林总的血不够，还要弄死他。杜老板，这件……闭嘴！男人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你敢打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你儿子这么畜生，你这个当爹的也有责任。杜老板，你怎么打人？老东西，我让你说话了吗？啊！杜老板，咱们有事好好说。好好说。那咱们就先算算，你拿瓶子砸我爹脑袋的账。那咱们就先算算，你拿瓶子砸我爹脑袋的账。他看我女儿，他看我女儿。林芷若，你还不劝劝杜老板？你让司礼哥哥他们一家挨打，还怎么做霍家的媳妇儿啊？芷若，你引起我注意的手段过头了。我要跟你离婚，离婚！我早就想跟你这白眼狼离婚了。上次给你的离婚协议没签吗？那我就再给你一次。林芷若，你今天要是跟我哥离婚，你不仅会失去我哥哥的心，你还会失去我哥哥这个人的。我儿子可是有优秀基因的人，没有我儿子帮你传宗接代，你这暴发户一辈子都不会有聪明的孩子。现在下跪求饶，好好的巴结我，说不定我会让我儿子好好的给你留一个种。我早就跟霍斯里说过了，我不是垃圾回收站，不会回收垃圾。你们霍家优秀的种就留给李媛媛吧。到现在还在吃圆圆的醋，你有完没完了啊，林芷若？你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你真的会永远的失去我。失去你们这些只会索取不会付出的吸血鬼白眼狼，是我林芷若最大的幸运。少废话，赶紧离婚吧。原来你对我的爱就这么肤浅是吧？啊，你付出了我就必须回报是吗？我不回报你就不干了？果然是一身铜臭味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你不仅不配得到我的人，你更不配得到我的心。你开的奔驰，你戴的劳力士，你穿的阿玛尼，还有你的至尊金卡，全都是我的。你爹玩的古董，你妈戴的珠宝，还有你妹妹挎的爱马仕，也全都是我买的。你们一家吃我的，喝我的，把我的钱过得人模狗样，那还脸说我浑身铜臭啊？你今天要我帮你平事也行，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我考虑让杜老板帮你。林总今天若是不保你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不单单要赔偿1个亿，还要断手断脚。林总今天若是不保你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不单单要赔偿1个亿，还要断手断脚。司礼哥哥，你快想想办法！我可是海归博士高级人才，我可受不了断手断脚的痛啊！儿子，他舔狗舔了这么多年，他肯定不会不舔的。可林芷若肯定还是想以退为进，你呀就暂时服个软。对，等他摆平了杜老板，再把他的资产拿到手，咱们好好跟他算账也不迟。哥，林芷若就是个舔狗，你只要稍微给他点好脸色，他肯定会对你百依百顺的。你别说钱了，他连命都会给你的。这耻辱我记下了。司礼哥哥，都是我没本事，要不然就不会让你委曲求全了。我看到你这样出卖自己，我好难受啊！没事，为了你们，我可以牺牲自己。芷若，我知道你这段时间打压我，还逼我离婚，就是
太爱我，太关心我，对不对？你成功了，你得逞了。只要你现在愿意把杜老板的事情平了，我可以让你重新拥有我，而且我以后会多关心你一点。你不仅可以得到我的人，还可以得到我一半的真心。滚远一点！我看到你这种普信油腻男，我就恶心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我都给你机会了，我告诉你，过这村没有这个店了。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我就考虑让杜老板高抬贵手。我都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不是你非要一哭按到三上吊你才满意，有意思吗你？签字，离婚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以签这个字，但是我签了字之后，你就别想着跟我复合了。霍斯里，我见过普信男，但我没有见过你这样的普信男。你现在也不看看你是什么熊样，你配得上我吗？我现在要钱有钱，要身材有身材，我就算要挑男人比你优秀100倍1000倍的男人，我随便挑。谁稀罕你？我告诉你，男人30一枝花，女人30豆腐渣。你看看你一个黄脸婆，我不要你，你到外面去谁敢要你？要么签字离婚，要么我走人。我签字，我签字，我签字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送神容易请神难。我今天签了这个字，咱们就不可能在一起了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我一刀两断。王律师，我们走。往哪走？视频摆平了吗？我只是考虑替你平事，但经过我考虑，我不。来人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！我告诉你们，2天之内把这个1个亿给我赔出来，否则我让你们霍家吃不了兜着走。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坏人，喊我们去死吧！医生！医生！快！我儿子脑袋撞流血了，你赶紧救救我儿子，救救我儿子！别着急，我马上安排检查。好。不用床。走。等一下，你把你们医院的国外医生给我叫过来。国内的医生水平简直太差了，我根本就不放心把我儿子交给你。你放心，我们医院的医生都是……我儿子是在国外长大的，只有国外的专家才有资格治疗。还有啊，药你们必须都给我用进口的，国内那些药都是给穷人吃的，根本不配用在我儿子身上。还不赶紧按原说的去做？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们医院开不下去？你们治不治？不治的话，可以马上转院。治。圆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走的伤势，你这样，你就给这些国内医生一个表现的机会吧。你忘了，我可是黄金圣手。虽然我的手被杜景荣打伤了，暂时拿不了手术刀，但是我没瞎呀。如果手术过程真的出现什么意外，我随时可以进去纠正。你放心吧，交给我。走。都怪林芷若，如果她要是不躲开的话，耀祖根本就不可能撞墙受伤。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冲我来呀？为什么要伤害耀祖啊？真是太可恶了！圆圆，你冷静一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收拾林芷若，替你出这个恶气啊！他没什么大碍，只是皮外伤，疗养一段时间就好。哎呀，你到底会不会看病？你看看人家国外医生，中药又有效又快，哪像我们手法生疏，药还不管用，简直是草菅人命！你们这一群庸医！怎么说话呢你？你凶我儿子干什么？我儿子说的也没错呀，
国内的药就是不行，全是科技与狠活。你们这些医生也是，全是批量教出来的，跟国外的精英那根本就没法比。还有，石头砸猪圈，被砸中的猪才会叫。你如果不是因为医术不行心虚，你愤怒干什么啊？你这么喜欢国外，你去国外看病啊？来这儿干什么？而且国外的医药费你付得起吗？混账东西！我可是剑桥博士，阿波罗银行的风投对象，我随便拔根头发都比你贵，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呀？你刚才什么态度？你现在马上给圆圆道歉，不然我马上投诉你，我让你饭碗不保，你信不信？哼，我可是有绿卡的人，外籍人士，我想投诉你，一投诉一个准。你们要是不想失业的话，就赶紧跪下，给我跟药总道歉。你们没有那个投诉的机会了。这里是林氏私人医院，林总已经把你们几个列入黑名单了。来人，把这几个人渣给我轰出去！林总，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，把霍家人和李媛媛母子都拉入了黑名单，他们以后再也进不了林氏物业一步。很好，这样世界就清静多了。今天别墅的事情让杜老板受了委屈，你替我想一想，看看怎么补偿杜老板。听说后天是杜老板的侄子杜天龙的大婚，而且是中式婚礼。新娘子很想穿上南宫大师的凤冠霞帔完成婚礼，但她已经受伤了。如果林总能够拿到凤冠霞帔送给新娘子，那也算对杜老板赔礼了。正好南宫大师欠我个人情，是时候用上了。走，去万豪广场找他。快！混账东西，敢打老子！等我儿子拿到林芷若的资产，我第一个开除你们这帮狗腿子！林芷若究竟有完没完？害我们丢那么多脸，吃那么多亏还不够吗？他就不怕我们真不原谅他吗？司礼哥哥，林芷若这么针对我们母子，要不我们还是离开吧，要不然会给你跟伯父带来更多麻烦。圆圆，这林芷若就在耍小性子，你放心，我不仅可以保护好你们母子，还要把你受的委屈连本带息讨回来。我一定要让他跪下来给你道歉。哥，可我看林芷若把我们拉入黑名单的态度，好像是动真格了耶。他那根本就不是动真格，而是恼羞成怒。他想借杜金荣的手来打压我们，然后在美女救英雄，继而赢得我的心。没想到被我识破之后，还是被当众说了出来。你说他面子上挂得住吗？哦，那他就是装腔作势，让医院赶咱们走，一条道走到黑，这样他就能维护他的面子和尊严了。你想想，如果要是他真的是动真格的话，我们在汤臣1号砸了那么多东西，那杜金荣能那么轻易的放我们离开，不怕我们跑路吗？要知道那可是1个亿的东西。儿子英明，分析正确，这贱人勾心斗角，争宠的手段真是得心应手。儿子，你可千万不要轻易原谅他。妈，你放心，等这个林芷若说不下去了，我一定狠狠收拾他。算了，不提他了。既然咱们一家今天心情不好，那就去万豪商场买。好，我要买变形金刚，还有奥特曼。好，走，爷爷带你去买。走。林总，南宫大师在万豪广场的白手之约会沙克等你。好，告诉南宫大师，我马上就到。老板，你们这女孩子玩的玩具不要啊，6岁以下孩子玩的玩具不要，低于1000块钱的玩具不要，其他的全部打包。谢谢司礼办法，谢谢司礼办法。那什么，这一堆不要，然后那堆也不要，剩下的按照它的尺寸给我来一份，有多少要多少，去吧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服务员，把你们店里面最新款的爱马仕、香奈儿全部拿出来，我要让圆圆成为全天下最漂亮、最富贵的女人。司礼哥哥，对我简直太好了。等你拿到林芷若的公司，我可以帮你一起打理。我可是海归博士，还有先进的管理经验，一定能让你成为江城首富。有圆圆你的相助，
哎，我们霍家想不腾飞都难呐，是吧？对对。先生，您要的东西已经全部打包好了，还放到了专车上，一共800。您只要刷卡买单，东西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里去。哎，爸，那个我的银行卡被林芷若冻结了，借你的先刷一下啊。好，来。银行卡被冻结，刷卡失败。不可能啊！这好好的卡怎么就刷不了了呢？拿我的试试。银行卡被冻结，用我的。银行卡被冻结。你们的银行卡都被冻结了，1分钱都刷不了，要不换其他付款方式吧？这可是从林芷若房间拿的白金卡，额度1000万。我昨天还拿它充了20万的美容卡，用着好好的，怎么可能被冻结了？哪个王八蛋敢冻结我们的卡呀？投诉银行，我打电话投诉银行，对，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林芷若，林芷若，我问你，我爹妈银行卡是不是被你冻结的？霍思礼，你脑子有病吧？我不是警察，也不是银行，我拿什么来冻结你们银行卡？不过我确实挂失了我名下10几张银行卡。难道你爸妈用的是我的银行卡？你再说一遍。什么你的我的？你是我们霍家的媳妇，你的人和钱都是我们霍家的，我们用你一点钱怎么了？就是，专家都说了，给你发钱的女人不一定爱你，但是不给你发钱的女人，她一定不爱你。你爱司礼，就应该让司礼和我们尽情的花钱。哎，打住！我跟霍思礼已经离婚了，我跟你们也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们想花我的钱，门儿都没有。我提醒各位一句，偷刷他人银行卡可是犯法行为，您不要再刷林总的卡，不然会坐牢的。林芷若，差不多行了啊。听着，我看在你是太爱我吃醋的份上，我可以原谅你这几天的无理取闹，再闹下去可就鸡飞蛋打。现在马上进去把单买了，并且解封我们的银行卡，否则你知道后果是什么？没错，赶紧解开！你也耽误我明天参加赌石大赛，错过了帝王绿，我饶不了你。我送你们一个字：滚！你这个坏女人，快还我司礼爸爸的钱！芷若姐姐，芷若姐姐，对不起嘛，都是我们母子不好，打扰了你跟司礼哥哥的生活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把司礼哥哥的钱还给他们，我跟耀祖马上就离开江城。他们一家人靠吸我的血活着，他们哪来的钱？你再颠倒黑白，我告你诽谤！林芷若，我就数5个数啊！你再不回来，我就跟圆圆结婚。5、4、3。哎，先生，你买的东西还没付钱呢，上了你的狗眼是吧？你没看见林芷若是我老婆，你要钱去他账上去。混账东西，敢在这里撒野！来人，给我打！你们几个看门狗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一群王八蛋，竟然把我的翡翠戒指还给我抢走了，真是无法无天了，无法无天！把我的金耳环和项链都薅走了，你们真是强盗！我呸！我才买了1个月的爱马仕包包，也被拿去做抵押了。我们不就是没钱结账买单吗？啊！居然敢光天化日之下打人又抢东西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
思礼哥哥，你别生气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就不应该回国，更不应该让你帮我们，要不然芷若姐姐就不会吃醋了，就不会把你们逼成这个样子，现在连首饰手表都保不住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这2天赶紧想办法把钱凑给你，哪怕是卖血，我也不会让你难做的。不能因为我们母子俩，让你们受尽芷若姐姐的欺负跟屈辱。圆圆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！咱们现在是没有银行卡，没有房子，但只要咱们愿意同甘共苦，一定能熬过去的，一定可以让林芷若这个贱货悔不当初。哥，可我看林芷若的样子，好像是动真格了，我下实在欲擒故纵了。你直接把婚纱送到双喜酒店的富贵厅里。好。林芷若出来了，我去拿石头砸他。我是真没想到林芷若这个贱货，为了获得我的心，居然可以不择手段到这种程度。思礼哥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很简单，林芷若这2天对我们的打压欺辱，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就是为了在3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给我一个大惊喜。什么？你说他是故意的？没错，明天就是我和林芷若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，他一直想举办，而且也说过会给我一个天大的惊喜。为了给我一个一生难忘的惊喜，所以这段时间他就一直羞辱我、欺辱我，抢走我们的房子、银行卡，把我们一家往绝路上逼啊！最后等到3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再还给我。这样一来，我就会因为失而复得高兴不已，对他感恩戴德。如此一来，他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俘获霸占我的心。哥，这林芷若还真是在欲擒故纵。那不然呢？一个舔了我这么多年的舔狗，怎么可能突然就不舔？而且他买的婚纱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啊！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是没有办过婚礼的，我也答应过他，在3周年的时候补办婚礼。他选好了婚纱，还特意送去双喜酒店。他肯定是想在3周年的时候跟我补办这个婚礼。他这一招不仅俘虏了您的真心，还让我们全家感恩戴德，这真是好手段。这一鸭一养，玩的真是溜啊！他不去演宫廷戏，真是可惜了。思礼哥哥，你明天真的要跟林芷若补办婚礼啊？办，必须办，而且还得大办特办，不然我怎么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林芷若是我的一条舔狗？哥，你一定要让林芷若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们下跪道歉，树立我们霍家的威严才行。光道歉还不够，必须让林芷若把全部资产转到你名下。另外把那个昌天1号也必须拿回来。放心吧，爸，我现在已经看穿了他的底牌，我让他跪着，他绝不可能站着。下跪道歉转移资产，就是我一句话的事情，他必须做。对，等林芷若把所有的资产转移到哥名下的时候，我们呢再把他扫地出门，让他知道跟我们耍心眼的下场。到时候哥你就可以迎娶圆圆姐了。不错，他林芷若就是一个暴发户，要是没有几个臭钱的话，连我们霍家的大门都进不来。只有圆圆这种海归博士，才配得起我们霍家。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你放心，圆圆，到那天我不仅让他给你跪下道歉，我还要让他给你磕头。儿子，霸气啊！行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把咱霍家的亲戚全都叫过来，看着他林芷若下跪道歉，看着你风风光光。那我把我闺蜜也都叫过来。家族，医生，我儿子情况到底怎么样了？他怎么现在还没醒来啊？患者头部受伤导致内出血，淤血堵塞了神经，所以现在还在昏迷，现在需要立刻做手术，需要50万，你们尽快筹钱吧。思礼哥哥，耀祖也是你的孩子，你要帮忙救救他呀！等我那个阿波罗银行的风投资金到账了，我一定还给你。甚至，只要你能救耀祖，我嫁给你都行。圆圆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全怪林芷若，要不是因为林芷若，耀祖也不会撞上脑袋。这件事情必须让林芷若负责。你放心，
等我明天收拾完他，我就拿他的钱给耀子做手术，我一定让他跪下来给你道歉，啊，放心吧。婚礼现场布置的也太豪华、太耀眼了吧？这没有100万怕是下不来吧？还得是司礼呀！就这婚礼现场啊，算是让我大开眼界、长见识了。司礼简直是我们家族的荣耀。生子当如此啊！生子当如此啊！这林芷若把婚礼现场布置的这么好，看来啊是发自骨髓的舔司礼啊。那是当然了，待会儿啊，我不管提出什么要求，他林芷若都会无条件的答应。司礼哥哥，你不是喜欢西式婚礼吗？这现场布置怎么都是中式婚礼的样子？林芷若不会是想给你个下马威，拿中式婚礼测试你的服从性吧？这个林芷若还真是不作不死啊！我给了他那么多次机会，他不但不珍惜，反而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挑战我的底线。好啊，但这一次我不可能再容忍他。来呀，各位，马上把这个婚礼现场给我砸了！等一下，这婚礼现场都已经布置好了，要不就将就一下算了。什么？将就？我告诉你，将就是你们这些穷人里面的字眼，在我霍斯里的字典里没有将就2个字。而且我要让林芷若明白，什么叫夫字大锅天，谁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。给我砸！砸啊！住手！你好，我是这家酒店的经理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是经理是吧？你来的正好，我现在命令你，马上把这个愚昧落后的中式婚礼现场给我砸了，给我置办一个西式婚礼，现在立刻！这位先生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？你是今天的新郎吗？瞎了你狗眼是吧？你没看我穿的是什么？我不是新郎，谁是新郎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这场婚礼的绝对主角。现在马上给我置办西式婚礼。霍斯里，今天的新郎不是杜天龙杜先生吗？霍先生，今天的新郎是什么？我发现你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啊，让你砸个婚礼，你磨磨唧唧的，你不砸是吧？不砸是吧？行，我砸。来吧，所有人把这个婚礼现场给我砸掉，让林芷若知道我们霍家的全都是带把的。砸！住手！住手啊！你们不能砸！滚一边去！我们砸霍家的东西，关你屁事儿！你砸！住手！住手！不能砸！给我狠狠砸！国产手机，档次太低，根本配不上我的婚礼。天龙，凤冠霞帔这套婚纱可是林总花了大人情才弄来的，待会儿你一定要好好款待他，多敬他几杯酒。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让林总宾至如归，而且我给他准备了一份价值不菲的厚礼，绝对不会让你丢脸。不错，长大了，事情做得漂亮。你先进去吧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喂。督长，不好了，有人来你婚礼现场砸场子，婚礼现场全毁了，经理也被打了。什么？砸我婚礼现场？走，我今天都要看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我杜家头上动土！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啊，还不赶紧重新置办婚礼？我要西式的啊，要钻石，要劳力士，不要落后廉价的中式婚礼，听到没有？赶紧去！你走错地方了。今天的新郎不是你，而且中式的婚礼比西式的贵好几倍。你们砸坏了这么多东西啊，你就等着倾家荡产吧！新郎不是我，那请问是谁呀？是你吗？你今天的新郎是我。哎，怎么又来个新郎官啊？难道咱们今天真的走错婚礼现场了？完了！这真要是砸错了，那咱们得赔多少钱呢？司礼，
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家现在这个情况可拿不出任何钱去赔偿了。不可能，我们要走错的话，那凤冠霞帔怎么解释？咱们可是亲眼看着林芷若买的，然后叫人送到这里来的。这凤冠霞帔的确是林小姐买的，但是……天哪，司令哥哥，你该不会是被戴绿帽子了吧？难道林芷若背着我在外面养了一个小白脸，今天还要和这个小白脸结婚？怪不得林芷若能这么痛快答应跟我哥离婚呢，原来是在外边养了野男人了呀！好啊，居然敢勾引我儿媳妇，哼，还想跟我儿媳妇结婚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你！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我跟林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会买凤冠霞帔，会给你置办婚礼，会给你置办婚礼。你怎么动手打人呢？打人？我打你都是轻的。你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还死不承认，你不该打吗？你个王八蛋，你今天闯大祸了！我闯大祸了是吧？那就让这个大祸再闯得再大一点。抓住这个小白脸，千万别让他跑了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是谁？你还能是谁啊？你不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吗？还死不承认！哎，大家伙都过来看看啊！看看这个窝囊废啊，有手有脚的去破坏别人家庭啊！作为男人，我都觉得替你丢脸。你这种人，知三儿当三儿还破坏别人家庭，就应该把你曝光。我呸！来那去当小白脸儿，当小三儿，真恶心。有手有脚的，干点什么不好，非要去干这种丢祖宗脸的事情。我警告你们，再不放开我，别怪老子对你们不客气。不客气，好啊，那我今天看看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不客气。想干什么啊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说我干什么？你个王八蛋！胆子挺大呀，小白脸，当了小三还想还手，看来林芷若给你的底气不小啊！你个王八蛋！我告诉你，我跟林小姐没有半点关系。今天跟我结婚的事，我最讨厌、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知三儿当三儿还死不悔改的人。来，大家都把手机拿出来，让所有人看看这个知三儿当三儿的人。家人们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知三儿当三儿的下场。小白脸儿，现在对着镜头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杜老板，不好了，婚礼现场出大事了。霍家，你们这是在找死吗？我之前放你们一马，你们不但不领情，还来大闹我弟的婚礼，真当我杜金荣是泥捏的呀？来人！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把宴会厅围了！林总，霍斯利一家跑到杜天龙的婚礼现场去捣乱了。他们霍家还真是会作死啊！走，去现场看看。小白脸儿，现在对着镜头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小白脸儿，今天跟我结婚的不是林总，你们闯大祸了，还狡辩！你这个小白脸啊，当了小三破坏别人家庭，到现在还不敢承认，你丢不丢人，恶不恶心啊？全天下怎么会有你这么恶心的男人？我想知道。哼，我知道了，他一直不承认，就是想保护林芷若呢。好一对狗男女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虽然是林芷若养的小白脸，但我哥才是林芷若真正的男人，他的资产也全部都是我哥的。你别想着吃软饭。司令，趁着这个时候曝光这对狗男女，让林芷若身败名裂，到时候他只能任你拿捏，将所有的资产转移到你名下。对，曝光，必须曝光。不但小三不是好人，林芷若更不是个好东西。这对狗男女，今天必须让他们成为过街老鼠。对，拍，对，曝光这对狗男女，
让他们千夫所指。快把他的脸给我抬起来，让我给他拍个特写，让姐妹们避避雷。你们这群人渣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好，等着，我先让你等着。你是干什么？今天我让你，我看谁敢动我杜金荣的弟弟！周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动手打人？你好端端当我爸妈的杜金荣，来我婚礼现场撒野，还有没有王法？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杜金荣撒野不分时间，不分地点，不分权贵，只分对错。什么？杜金荣？这可是江城只手遮天的地下皇。你们霍家人前天在汤臣别墅打砸，还打我爸爸，那笔账我还没好好跟你们算呢。今天又来捣乱我弟的婚礼，你们是真当我杜金荣不敢干你们吗？来人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！杜老板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打司礼哥哥他们了。他是因为太爱林芷若了，他刚才看见你弟弟跟林芷若结婚，所以他忍不住，他才这样的。你和霍斯里一家人吸血鬼，你们有爱过林总吗？还有，我弟今天迎娶的是万豪集团的千金宋小姐，谁告诉你我弟是要跟林总结婚的？可是那凤冠霞帔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林芷若买的，刚才你弟弟也承认了呀。那是因为你们几天前砸了我哥的别墅，林总感觉对不住我哥，所以就把凤冠霞帔买下来，当做送给我的贺礼。什么？什么？这是林芷若送给你们的贺礼？这可以买 ？Tell me what？ 来，回答我。原来是这样，这霍斯里也真是的，不问清楚就说人家是小白脸，还砸了这么多东西。现在自己自作多情就算了，还把我们给害惨了。杜总，误会，这真是误会。这也是一个误会。杜先生，这是损坏清单，霍家砸坏的东西初步估价1个亿。前天在汤城别墅欠了我1个亿，现在又是1个亿。我今天看在是我弟弟大喜日子的份上，你们乖乖的拿出2个亿，我让你们完好无缺的滚出去，不然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打断1只手，然后丢去警察局追究。哎呀，林芷若把我们的卡全部冻结了，我们上哪儿去上2个亿去呀？没钱你们还嚣张？没钱也可以呀，那就先下1只手，来冲冲利息，来动手。有钱，杜老板，我们有钱。好，这东西我赔，我让林芷若过来赔，她有的是钱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你已经和林总离婚了？不，你有所不知，他林芷若跟我离婚，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想让我多关心她。只要我向他服软，他肯定会过来。我一个电话，他就会过来给我赔钱。你看着，不信你看着。你哪来的脸觉得我会替你还钱？你哪来的脸觉得我会替你还钱？林芷若，不得不说，你这招先把我逼入绝境，再打动我的招数，起效了。你赢了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以后我会减少和圆圆母子的往来，你可以重新拥有我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让我跟你复婚的话，你必须要答应我3个条件：第一，马上拿出2个亿把杜老板的事情平了；第二，马上把你名下所有财产转移到我的名下；第三，你要向我保证，永远不会对我再玩这种欲擒故纵的幼稚把戏。跟你复婚，还要答应你3个条件。我不是贪图你的钱财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你的态度，还有一份安全感。不过你放心，
你的钱给我之后，我每个月会给你开5000块钱的零花钱，还会给你生一个孩子。我不是寺庙，不是你许愿的地方。还有，像你这种出轨的渣男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在给你台阶下，你不下是吧？啊，别闹了好吗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啊，你就是一个嫁过人生不出孩子的黄脸婆。我不要你，你去外面谁能要你？谁敢要你？林小姐国色天香，而且能力超群，只要她愿意，我杜金荣愿意第一个下跪表白。我愿意给1亿彩礼，我愿意带10亿嫁妆上门。看到了吗？一堆人争着抢着，愿意做我林家上门女婿，算什么东西？林芷若，1日夫妻百日恩，你难道就真的那么狠心，对我见死不救是吗？你们的死活与我无关。再说了，你霍斯里扪心自问，你什么时候对我有过恩啊？我都已经跟你说对不起了，我都给你道歉了，而且我也原谅你之前的所作所为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非要让我死是吗？你的原谅和对不起，对我一文不值。我耐心是有限度的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马上掏2个亿出来平事，不然我真的生气了。啊！就你这种渣男，回收站都不要，你还是跟你的白月光李媛媛锁死吧。毕竟，一个吃软饭还出轨的小白脸，一个知3当3还带着孩子的老绿茶，你们还真是绝配。司礼，芷若姐姐怎么这么过分呀？她怎么能这样说人家呢？媛媛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有能力摆平，相信我啊，相信我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不要我给你的这次机会是吧？你还是好好求杜老板给你机会吧。2个亿，你们全家被掏腰子了，都凑不够吧？我看在林总的面子上，只要你们赔偿2个亿，我可以不追究你们。但你们要是拿不出来，你们霍家不仅全部要断手断脚，还要嘎腰子来赔钱。好，你当真以为我没有你的帮助，我就一筹莫展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让你帮我平事是给你一个机会，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可是机会给你了，你不珍惜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我霍斯里也有自己的人脉，这件事情我不仅能处理，而且还能比你处理得更好。邵总、王总、李总，你们3位不是之前一直想投资我吗？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，借给我2个亿。抱歉，这钱借不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我可是江城医院的黄金圣手，你忘了你们之前是怎么舔我的了吗？怎么讨好巴结我的吗？我让你们花一点小钱来买我一个人情，是你们的荣幸，你们居然还敢拒绝我！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拒绝一个黄金圣手意味着什么呀？啊，意味着你们拒绝了一次重获新生的机会。我去！真拿自己当黄金圣手啊！我们不过是看在林总的面子，给你机会，让你治病。不然，像你这种野鸡大学毕业的医科生，连给我们治感冒的资格都没有。就是，如果不是林总让我们捧你当黄金圣手，就你这种垃圾，手术刀都握不稳的人，早被医院开除了，还黄金圣手，谁给你的脸？你说是林芷若故意让你们捧我？呵呵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你有今天，都是林总一手捧起来的。我们之前讨好你，也是给林总面子。你要是跟林总没离婚，今天别说是借2个亿，就是跟我们借10个亿，我们都会毫不犹豫的借给你。但是现在你跟林总离婚了，你在我们眼里连屁都不是。邵总，对不起，是我无知，让你们帮错了人。林总，您言重，这不是你的错，都是这白眼狼有眼无珠，不知道自己的斤两。
一群唯利是图的小人！啊，行啊，既然你们唯利是图是吧？我霍斯里今天就给你们一个天大的机遇，睁大你们狗眼看好了，这位是李媛媛，剑桥博士，阿波罗银行的风投对象，他可以给我担保。没错，我可以给斯里哥哥做担保。就算斯里哥哥不给你们钱，等我阿波罗银行的风投资金到账了，我可以赔给你们。还有，只要你们今天帮了斯里哥哥，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攀附我的机会，拿出来2个亿，到时候我可以带你们一起起飞。2个亿，不行。2个亿不行？也是，以我的身份区2个亿，确实有点掉我的档次。这样，我担保10个亿。但你们不能到处乱说啊！如果让别人知道了，我可是很难做的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的担保一文不值。混蛋！谁让你这样侮辱我的？我可是海龟博士，阿波罗银行的风投对象。我找你们借钱是给你们脸了，给你们一个攀附我的机会。你们倒好，给脸不要。哼！等我阿波罗银行的100亿资金到账了，一个个把你们封杀了。行了，别演了。你的剑桥大学博士头衔不过是网上花9块9买的假证，你的阿波罗银行风投也是你自己捏造的。你彻头彻尾的一个金融骗子。我们还查到，你这次灰溜溜的回国，就是在国外行骗，被人家通缉了。他们说的是真的？斯里哥哥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他们肯定是被人收买了，污蔑我。林芷若，你无耻！你为了赶走我，你花钱收买他们，污蔑我，抹黑我。你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斯里哥哥的真心吗？你做梦！林芷若，你想回到我身边就直说，你有必要去抹黑圆圆吗？我见过不要脸的，但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。你还在狡辩？你有什么事情你冲我来，别冲圆圆。李圆圆，你这个死骗子，总算是把我们找到了！总算是把我们找到了！躲什么躲？你这个不要脸的骗子，勾引我留学的儿子，还骗走了他学费，你还敢躲呀你？如果不是我去国外探望我儿子，他早就变成流浪汉，流落街头了。赶紧把我们儿子的钱还给我们，不然我们打死你！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！你还想耍无赖是吧？你这个贱人，就是华晨辉老娘也认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打完了你，还要把你送到警察局去。我要让你这狐狸精啊，牢底坐穿！打！圆圆，住手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肯定搞错了。圆圆她是好女人，她不可能骗人的。你这么护着她，你肯定也是骗子，你跟她是一伙的。你少给我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是文明社会，凡事要讲证据。这就是证据。看看，还有这个李圆圆，在国外结婚骗钱，前后骗了20多个人。来呀，大家都来看看，看看他骗了多少个人！好啊，你个臭娘们儿！我一直以为你还真的是什么海龟，原来你就是一个不知道多少人穿过的破鞋啊！哎，我说霍斯里，你还真他娘的是个人才，放着林总这么好的媳妇儿不要，非要跟一个破鞋在一起。李圆圆，你解释一下。斯里哥哥，我跟他们只是逢场作戏，我心里只有你啊！斯里哥哥，只要你帮我把债务还清，我可以嫁给你。
你放屁！我们霍家才不会要你这样的女人，你没有资格进入到我们霍家。可是我昨天晚上跟司礼哥哥发生了关系，我可能怀了他的孩子。你们，爸，老总，爸，医生，我老公情况怎么样？病人是心肌梗塞和脑出血，需要100万手术费。另外，李耀祖的病情也开始恶化，你们赶紧筹钱吧。司礼，你救救耀祖，耀祖也是你的孩子，你救救咱们的孩子吧！就是你这个骚把星！要不是你这个骚把星，我们家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不错，都怪你这个不知廉耻、知三刀下的女人！要不是你勾引我哥怎么可能跟林芷若离婚？他俩不离婚，我霍家怎么可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司礼哥哥，我好伤心啊！闭嘴！霍司礼，你也打我！老子打的就是你！你这个贱人，这样骗老子，把我霍家害成什么样子啊！我打你都是轻的，知不知道？可你不是说过你会一直爱我吗？你不是说过无论我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包容我吗？是，老子之前是说过爱你，可你跟多少男人有过染啊？还跟别人结过婚，你不知道自己心里面有多脏吗？啊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不想再看到你，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真的怕现在把你给打死在这儿。司礼，可是我怀了你的孩子呀！咱俩就发生过一次关系，还是在昨天。你哪来的脸说怀了我的孩子？你听着，你就算真怀了我的孩子，老子也不会要。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你滚不滚？滚！走啊！呸！儿子，现在咱们家欠了这么多钱，老头子又要等着钱救命。儿子，要不你还是去求一下林芷若吧。你这么优秀，他林芷若能得到你是他的荣幸，而且你跟李媛媛撇清了关系，他林芷若能够独自拥有你，只要你稍微低头，他肯定会给你复婚的。是啊，哥，你只有跟林芷若复婚，咱们霍家才有救啊！好，我再去试试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谁在乱闯的？我是林芷若老公，我有事找他，让我进去啊！快，回边去！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啊！你这样的垃圾也配做我们林总的老公啊？我再给你们俩说一遍，我真是林芷若老公，赶紧给我让开！你这样不要脸的小白脸，我一个月能遇到80回啊！赶紧给我滚，不然腿给你掰断！行，王八蛋，你居然敢踹老子，我让林芷若开除你！芷若，林芷若，看到了吧？啊，王八蛋，你们两个完蛋了！林总，霍司礼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芷若，芷若，我跟那个李媛已经完全撇清关系了啊！我想清楚了，我现在愿意回归家庭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以后我主外，你主内啊，咱们一起把这公司做大做强，把日子过好起来。拥抱我吧。霍司礼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没有半点关系。请注意你的称呼，再乱喊我就告你骚扰。还有，我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这种垃圾连回收站都不要，就不要再来碍我的眼了。芷若，我知道之前是因为人太多你拉不下脸，现在没有别人，就我们两个，你完全没有必要装下去的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哎，而且我爸妈也说了，他愿意你跟我复婚，而且还说
要把你列入族谱，让你名垂千古，怎么样？开心吧？哎，但是复婚之后，你的公司还有存款就交给我来打理，我每个月会给你发8000块钱的零花钱。如果你平时表现得好，年终还给你3000块钱的奖金啊，让你这个霍夫人做的舒舒服服、开开心心的，怎么样？不要脸的东西我见多了，但像你这么厚脸皮的，我还是头一回见，比我的鞋底还厚。还有，我已经让王律师起诉你们霍家了，你们霍家拿走我的珠宝现金，1个星期内不还回来，就等着跟霍大光一样牢底坐穿吧。这样，芷若，我跟你要2个孩子，第1个孩子跟你姓，第2个孩子跟我姓，怎么样？这下可以复婚了吧？别闹了！保安，把人给我插出去！去！林芷若，小去，你会后悔的！你走，出去！林芷若，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林小姐您好，我们是4S店的，您上次从我们这里购买的电动车已经到了保养时间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叫人把车送过去。林芷若，都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，也是你害得司礼哥哥倾家荡产。只要你死，司礼哥哥就能拿到你所有的财产，就会重新感激我、爱我。耀祖也就有救了。林芷若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你给我出来！我要你死！司礼哥哥，怎么是你啊？幸亏霍大光给我留了一把车钥匙。这车虽然是电动的，但拿去也能卖个几十万，给爸应应急。救我！我动不了了，我救救我！怎么是你啊？喂，李媛媛，你儿子李耀祖快不行了，马上来一趟医院。对不起，司礼哥哥，我救不了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把我们霍家害得这么惨，现在还要见死不救，眼睁睁看着我死吗？对不起，司礼哥哥，耀祖在医院快不行了。你个扫把星，李媛媛，贱货，我恨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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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芷若，芷若，救我！我快不行了，我得去医院。芷若，放心，我会救你的，我已经叫了救护车了。毕竟你欠我的钱还没还呢。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儿子，一定！虽然我们已经提前为你儿子垫付了费用，开始抢救，但拖得太久了，所以不可能！我是剑桥大学的博士，阿波罗银行的风投对象，我有的是钱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必须救活我儿子，要不然的话，不然我拆了这破医院！有时候说谎太久了，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。你如果真的这么厉害，又怎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林芷若，你还有脸来？要不是你的话，我
我儿子的脑子怎么可能摔出问题？妈的，我杀了你！杀石头，你不要杀我！放开我！李媛媛，你把霍斯里撞进了医院，还肇事逃逸，现在证据确凿，对你进行依法逮捕。什么？斯利哥哥变成了植物人？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林芷若已经提供了行车记录仪的现场录像，现在铁证如山，你再狡辩也没有用。林芷若，都是你害了斯利哥哥，我跟你拼了！霍斯利本来不会有事的，因为我第一时间打了急救电话，是你弄出来的车祸耽误了救护车，他最终因为失血过多变成了植物人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肯定是你害了斯利哥哥！你个贱女人，林芷若！你个贱女人！带走！你个贱女人，林芷若！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抢救回来没有？林芷若，你回答我！李奥祖已经抢救回来了。我就知道我儿子死不了。林芷若，你以为你把我送进监狱你就赢了吗？是我破坏了你原本就完美的家庭，是我撞废了你最喜欢的男人，我才是最后的赢家。所以，也是你把你儿子害成了植物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我儿子已经……李耀祖确实抢救回来了，但跟霍斯里、霍乾坤一样。变成了植物人。林芷若，是你害了我儿子，我要杀了你！不，他一样是你害的，是你弄出来的车祸，堵住了主刀医生和医院的车子。不可能！就是你害了我儿子，就是你害了我儿子！林芷若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回来！林芷若，你接电话！林芷若！找到他们了，就是他们抢我们的钱，快抓住他们！快点，快钱，快钱！救救！